Hello，大家好，我是飞行专家王机长，又到了我们的航空事故科普时间了。这次带给大家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华航4年大限传说之一——中华航空611号班机空难的详解。2002年5月25日，一架波音747-200型客机正停在中国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准备执行飞往香港国际机场的中华航空611号班机任务。波音747应该很多朋友都有所了解，这是美国波音公司开发的一款大型商用宽体飞机。在空客 A380 出现之前，是世界上载客量最高的飞机。它以庞大的体型和优雅的外观，被人们誉为空中女王。执行本次航班任务的飞机注册号为 B18255，是当时华航机队中仅存的波音747-200客机，其他的现役同机型都是货机。这架客机在1979年交付给了航空公司，并在事发前飞行了超过64800小时，起降了21398次。当时的华航正在进行机队更新，所以这架飞机可是实实在在的老古董了。华航之前已与泰国东方航空签订合约出售此机，就准备在本趟航班结束再飞回台北后正式移交。毕竟这飞机也这么老了，所以之前有点刮刮蹭蹭很正常。1980年2月7日，华航此时喜提新机还不到1年呀，这架飞机就在香港启德机场因飞行员着陆操作不当，导致机尾擦地，损伤了飞机蒙皮。看起来只是个小事故，飞机第二天甚至还能开着飞回台湾做临时维修，但实际上这起事故为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他们的维修人员当时在检查飞机后进行了似乎正确的维修程序至少在维修记录上是这么写的。随后飞机就继续似乎正常的运行了22年，时间还是来到了2002年5月25日。我们说一下舱，华航611号班机的机组经验都十分丰富，2名飞行员的飞行时长均超过1万小时。一切准备就绪，飞机看起来也一切正常。下午3点08分，飞机准时起飞。3点16分，华航611号班机获准爬升至35000英尺。就在大家都以为这又是一次枯燥无味、平平無奇的飞行之时灾难突然发生。But the 747 never made it to November 2nd, 2002. It came apart over the Taiwan Strait 5 months before the inspection that would have undoubtedly uncovered its hidden flaw. 飞机突然毫无征兆地在空中彻底解体，本次事故导致机上225人全部遇难，再次向遇难同胞表示沉痛哀悼。事发之后举世震惊，大家都不相信为何一架先进的客机会以如此方式坠毁，一时间阴谋论四起。调查人员顶着巨大的压力工作，最终在排除了导弹袭击、油箱起火等事故可能后，发现了空难事件的全部真相。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22年前香港的那个夜晚说起。当时的机尾擦地事故，飞机的损伤其实并不小，整个受损区域都布满了很深的刮痕。然而维修人员从第一次临时维修之时就开始犯各种离谱的错误。首先，根据波音的维修指引，蒙皮刮损的修补中，新蒙皮也就是暂时打的补丁的面积必须较受损蒙皮面积最少增加 30%， 这样才能防止受损部位继续撕扯。但维修人员仅用一块面积与受损处相当的铝板覆盖此处。随后在当年的5月23日至26日，华航对此处进行了永久性的维修。按照维修手册，永久性维修可是必须得更换整块蒙皮了。然而维修人员只是把原来的补丁取下，将刮伤处打磨至光滑，然后继续把那块补丁补上，甚至不屑于换块新的面积大点的补丁。尽管如此，维修人员在记录上却写明已按照规定维修。就这样，似乎修好了的飞机重返蓝天，而之后的维护保养中，所有人看到这条维修记录便不再深究。就这样，多年的飞行中，舱内压力反复变化，这处隐病愈发严重，补丁出现了严重的金属疲劳，而补丁下未正确处理的刮痕变成了裂痕，且缝隙越来越大。由于当时华航客舱不禁烟，客舱内的烟雾从这个漏洞中散出，补丁附近甚至形成了烟渍。即便如此，维修人员仍未察觉。本来飞机将在2002年11月2日进行新标准下的全面检查，这可能是挽回它的最后机会。遗憾的是611号班机没能撑到那一天，它永远停留在了半年前的5月25日。